大家好，我雅果小许哈，我们来介绍我们新进的 T16小改版。我先讲一下大概规格：1000瓦的电机，然后16寸的胖胎。好，这个很适合当做亲子车啦。再来就是这台车的续航，它就是配20A 的电池，它续航就大概有100公里。然后我们来看一下它的小改版改了些什么东西。好，这个液晶萤幕，好，它已经改过说圆形的，那差在哪里？以前的是比较简单一点的那个彩色萤幕嘛，那现在有多了遥控器，有多了遥控器。之前是钥匙，对，之前是钥匙。我先把它拿下来。然后还有磁卡感应 ，NFC 卡。然后这个遥控器呢，这上面有3颗按键，那这个有包膜，看不太清楚。好，最上面这一颗是闪电，好，就是开锁用。这是解锁上锁，这个是等于是说，这个是没防盗，这个是有防盗。好，这3个按键哈，我们看，闪电压2下就是开机，好。那这个开锁的部分呢，就是直接关机。那这个呢，就是关机加防盗，好，关机加防盗。那防盗我试给你看啊，就是往前推它是没有，但是往后推的时候，它会锁电机，啊，锁电机，然后车子会出现警报，啊，它如果是这颗，它就没有。OK。好，这就是上防盗的部分。那这边还有2张 NFC 卡 ，NFC 卡就是我直接扫，它就在荧幕上面扫，直接关机，直接开机。好，再一次开、关。好，2张 NFC 卡。哦，那现在就不用带钥匙了，不用带钥匙，对，直接带卡片就可以了。好，就扫一下就开机。那 NFC 卡关机之后，它会上防盗吗？它不会上防盗啊，试一下。应该是没有，你看扫描，然后再过10秒钟吧，它会自动上锁。对，过10秒钟它会自动上锁。哦，2声就是那个上锁，所以，OK， 那这就是遥控器跟磁卡的部分。那我要偷这台车，我就把后轮提起来不就好了？但车子会叫吧？你试试看，没有滚，这就不会叫了，口没意义啊，不能骑啊。对，也是啦。啊，那我们来看一下它所有的界面的部分有什么不一样啊？来，我们先开机吧。啊，开机之后呢，这边有个大灯跟关灯。哦，啊，还有声音哦，开灯。啊，这边有那个大灯的提示，然后关灯。好，那这边的话是方向灯。哦，它有显示。它这边有，这是左边的，这是右边的。哦，好，后面。对，它只有后方向灯哈，前面没有方向灯。好，然后这边呢是喇叭，这个是什么喇叭。好，那这个呢就是切换档位，1档、2档、3档，有没有看到1、2、3？有。啊，1档、2档、3档。哦，这边也会有。对，这边也会有。好，3档、2档、1档。OK， 这有什么差别？哦，速度啊。好，我们1档，所以看看。好，1档33，那我们切到3档。啊，最快时速到50。OK， 好，这就1、2、3档的区别。那这边的话就是油门，那一样是做真皮把手，黑色的，之前是咖啡色，现在做黑色的。好，然后这边一样是7段变速，刹车也有改了哦，刹车已经改了，比之前的 T20、7T20还要再高阶一点点，这刹车会再更利，那它是配油刹。好，我们看一下它的那个刹车的部分，好，180的碟盘，后面也是180的碟盘。OK， 车头部分嘛，就是配16寸的轮胎，胎压打多少？胎压，我们胎压哈，我们可以看那个轮胎上面这边会写，这里20 PSI， 20 PSI。好，那我们家的车呢，
都直接全部都会搭配前车篮，好，前车篮是一定搭配，然后大灯的话都是在这下方，好，这是日行灯，我们开机就有一个日行灯在，然后再开一个大灯 ，OK， 然后前面的话一样是有做避震器，你如果前面不要装，它是这一支管子，这2个螺丝拆掉，这个拆下来直接装在后面，你可以把车篮装到后面去，车灯可以直接锁在这边。好，车灯可以直接锁在这个挡泥板上面。哦，对，就用同一个支架就对了。对，我们除了篮子之外呢，我们还附一个拦网。啊，不是给你投球的那个拦网啊，就是你上面要放东西，这边可以钩子。哦，就是怕东西会弹出来。弹出来的话，我们会附一个那个拦网。好，就是你可能要满，就是比较多，满出来的话，你可以用那个拦网勾着啦。对，好，勾着。弹性的拦网。那我们再看一下龙头部分，龙头它是做牛角把，所以可以依照你的自己的身高，牛角把因为它是 U 型的，所以你可以把它往前挪一点点，往后挪一点点，好，看你的骑乘之际来去做改变。好，这我觉得很方便。有些女生手比较长、比较短，可以去做自己的调节来去调。然后有些把手是平把，它就是没办法去做那种调整。好。那我们来看下车子的中半段的部分，看到挂 Coast Wheel，Coast Wheel 的话，基本上就是国际版本它会挂 Coast Wheel。那如果你看到是写 FTN 的话，基本上就是大陆版本。那 FTN 基本上都是500瓦电机，那我们这个是挂1000瓦电机，国际版它可以做到1000瓦电机。那1000瓦好像台湾也只有我们有吧？对，好，1000瓦只有我们有。那因为它是限量，要有一定的数量，它有办法做。好，然后这边的话呢，座椅的话也是皮革的，而且是改款过的，它是加长，好，加长座椅。好，我们看一下，这是旧款的，旧款的会比较短一点点。哦，好，短一点点。然后皮质的话，这个会比较偏硬，这比较偏软。好，再来就是这个座位的话，它的弧度这个比较宽。这比较窄，差在哪边？我两边踏板踏上去的时候，这个太宽会容易磨，比较不容易磨腿啊。对啊，这比较不容易磨腿。你看我这样做，我脚可以这样细的。可是如果是开这个的话，就是脚要比较开一点点，才有办法骑乘。好，而且它的这个垫子也有加厚哎。它这也有加厚，对，也有加厚。你看我这样压就有感觉得到了。好，然后这个光皮的部分就比较硬，这个椅子都有改过了，旧款的可不可以改？旧款的也可以改这个，对，好，旧款的椅子也要改这个，但是只有黑色的，好，目前只有做黑色的。那这边的话，它有一个置物网，这边有个置物空间，那这底下就是控制器的部分，然后这边有个洞是干嘛的哈？给你看一下。加长座椅，我们还可以再加一个这个，就是小朋友的，好，小朋友踏板，我大概示意给你看一下，这样装上去，装上去之后呢，小朋友就有脚踏的地方，好，就变这样，好，这不是自己踏的，小朋友就可以这样，然后后面大人就载。那可以载多大？大概2岁到6岁左右都可以。好，这个前面。那小朋友有扶手吗？小朋友扶手就要扶这个。好，小朋友扶手要扶这个，因为它也没什么空间的啦。好，你要装什么扶手也不适合，我觉得就抓把手就好了。前面的话，它有避震器嘛。好，我们就试给你看。它不可调哈，它是软硬不可调。但是有避震。然后再看到中间的部分嘛，这边有一个饰板，好，装饰板，好，这边就可以自己依照个人喜好去做一些贴纸啊什么的，好，那后面这边的话也有一个避震器，啊，后避震器，它是可以调吗？可调啦，可是就是要特殊工具要特殊工具，好，可是这基本上我觉得也不用调了，也不太需要调啦。它就一定有一定的 Q 度，除非你是特别重，特别重，那可能就需要去调整。可是如果你体重特别重的人呢，我不会推你买这一台，我可能推你买另外别台的。
然后后面的话，它有一个是后货架，好，那这个承载呢可以到25公斤。那像后货架跟前车篮的部分呢，原厂是本来是没配的，它是我们要求就是我们这些车全部都要有，所以这个你们都不用另外再选配，好，我们都直接配给客人，直接都配给你。如果不要装，就自己把它拆掉就可以了。对，不要装你就自己拆掉就好了。好，那这后面的后货架呢，你可以装车篮，好装，因为它载重要25嘛，你可以把前车篮装到后面，或者说你要装其他的车篮也可以。那或者你要装儿童椅，来给你看一下这个儿童椅啊。哦，这儿童椅这上面这只是可以拆的啦。好，如果小朋友比较小的话，可能就需要这个好围起来的。啊，如果大概2岁3岁之后呢，这一只是可以拆掉，我只要装这边还有附一个把手就好了。好，所以3贴啊，前面一个，中间很齐整的一个，后面再载一个。这样不会太重吗？载小朋友其实不会，但是后面要看哦，载重是有到25哦，所以你小朋友如果在20公斤以内是最保险的啦。好，因为我们还要含椅子的重量嘛。比较小的小朋友你就让他坐后面，那前面可以坐比较大的。好，前面可以坐比较大的小朋友。好，所以这个亲子车超好用。再来就是车子它本身不是很大台，尾灯的话我们开机它就直接很亮了。好，你再开大灯的话也没有变，好，开大灯也没变，但是你按刹车它还是会闪。啊，我现在关大灯。关大灯，它一样，它这一定都是很亮的啊，比较安全。好，然后后面的话，我们来看一下电池，钥匙在这边，充电孔在这里。好，拆下来的时候也是一样。哎呀，这个，哎呀，好，48伏20Ah。好，20A 的，那以后这个电池用到想要改25，可不可以改？就可以，它的空间是够的。那最多可以塞到多少？35。好，这颗电池新最多可以塞到35A，但是35A 的成本这会比较高啦，就看客人你们的意愿。当然我们现在目前配20A，因为我觉得我们会觉得说小车不用到这么多的续航100。好像就已经很多了，更不用说要配到150公里或200公里的车，那个续航，基本上。然后我们看一下电池电量哈，它是48伏20A，然后等于是48乘以20嘛，等于是965瓦小时。那你用960瓦哈，大概就是0.96度嘛，960瓦你就算0.96度，那我们就算1度电，1度电大概是现在多少？3.5块。3.5块嘛，3块3。充饱，大概就3块3，电费只花电费3块3，然后续航100，好，续航100，所以够不够省？超省，比那个月租电池的还划算。好，不一样，那个人家可以换电啊，不用等。对啦，不用等充电。好，我们这是要充饱电。我们骑乘的时候电池一定要上锁哈，不然你骑到一半的时候电池会掉出来，它就直接就断电了。上锁的话，上锁在这边，好，这边可以看得到了，这边有小棒棒，有 lock 跟那个开锁跟解锁，反正这边也看得到。那充电就在这里。锁完要记得拉看看啦。锁完记得拉看看啊，不要用力拉。好，这个也有可能会有机会被拉断，因为电池很重。啊，我这个是配7段的变速器，好 ，Shimano 的变速器。然后我们看一下它的电机啊，有啦，1000瓦，这边有贴1000瓦，啊，是不是1000瓦？骑就知道了。对，好，骑就知道了。好，然后这牙盘，好，牙盘的话它配比较小的48的，其实我们有改装啦，可以配到52的，啊，配52的话，你基本上像48大概2档还踩得到，3档就踩空了。啊，你如果改到52的话，就变成3档还踩得到一点哦。踩得到一点，对，还踩得到。啊，踩得到跟踩不到差在哪边？就耗电量嘛。你如果踩得到的话，靠电辅的耗电量就会比较少。好，但如果觉得续航够，这可以不用改。好，啊，如果你都是在1档、2档在踩的话，这个其实可以不用特别去做更改。好，
可以不用特别去做更改。好，这台1000瓦的电机有多会跑？我们有实测影片给你们看。这个坡我们刚才测试大概爬619公尺，69米的高度，所以大概爬23层楼。好，换算楼层的话，大概23层楼，然后600多公尺，所以这坡度还算蛮陡的。以对自行车来讲的话，这坡度算很陡。我们来看一下，就是这里从这边开始上去。好，这边都是一些那个法夹弯呐。哎呦，这台的单驱蛮猛的哎，时速30几，5档直接吹油啊，30，这台蛮轻松的。看上坡单手啊，你看这坡度，这个是最陡的坡。好，油门吹到底，时速27、28，我单驱就轻轻松松了，真的超好爬的，直接上坡起步，轻轻松松，轻轻松松。我们今天去试骑的那个坡度哈。如果住新竹的人大概就知道，我们是从财神庙到古奇峰那一段的距离，就是都很多的那个法夹弯。那段距离我们总共骑了619公尺，的距离。然后从财神庙那边看的时候，大概是在69，高度在69。到古奇峰那一段的话是在128，所以大概是59，高度大概是59，好，59公尺。爬的楼高，好，那个59大概就是20层楼高吧，差不多。好，20层楼高的高度了，好，所以大概20层楼高，我们骑了600多公尺，好，换算下来的，换算起来大概是9.5%， 9.5%，好，平均大概9.5%，但是实际上我们骑的时候有9%或者到12%的坡度都有。哦，对，所以大概12%坡度，其实基本上都还可以上得去。那我们讲的坡度呢，大概我可以给你们看一下，做参考。好，我们看一下那个，这个是网站，这个是单车百岳网。好，单车百岳网，像澄清湖的话，它坡度在7%，缓坡。好，然后9%的话，这个叫中科松鼠坡，好，平均在9%。然后这个大概都是9%左右啦，啊，像虎头山虎头山就很陡虎头山13%，啊，13%左右，11%，基本上我们可以预计大概11%到13%左右的坡度，我们基本上这2台车其实都可以上得去，那500瓦的，如果是500瓦或600瓦电机，你就不用想了，那个是。很吃力，因为我们那时候在试那个骑乘的时候，没有拍到有一个阿伯脚踏车是用牵着上去，因为没办法骑上去。这个如果有在骑脚踏车的人就知道坡度9%到11%，大概是12%到底是多陡。这个没有训练过的是骑不上去的。没有训练过的人是骑不上去的啊。这个电机跟 T20 Plus 是一模一样，同一颗电机啊，但是框不一样大啊，这是16寸，那个是 T20 的话是20寸。好，所以轮胎大小不一样，我摆给你们看。你看这2颗轮胎的大小就完全不同了。好，差多，差很多。好，再来看一下这台车除了前面载小朋友，后面载小朋友，还有一个很亲民的，就是大人的坐垫的高度它不高。我们上次卖多高？身高150的都还可以，150的都可以，对，身高150的都还可以骑哦。这样大概是77左右吧，76，对，好，76，对，超矮的。好，你看我172，坐上去，2脚还是弯的。但对于身高比较高的，我就不会推你们买。身高比较高，我不会推你们买这台这针对比较偏女生或个子比较小的，来骑这台是很适合坐姿蛮正的，所以它骑起来是会蛮轻松的。那身高比较高就会挑大台一点点的，
啊，这个就比较偏向女生啊，或个子比较矮一点点的，就很适合骑这一台。这个 T16呢，那这一波等了很久因为它有做一些小修改。那再来就是我们为了等这个1000瓦的电机，然后做小尺寸的，也是等了很久，所以会比较晚上市一点点。啊，不是他们那个大陆版的500瓦电机，这都是特定的1000瓦电机，能上山，能载小孩，女生可以骑，也很会跑，也很会跑。好，你不用担心追不到老公，好吗？不用担心追不到老公。你后面只有载重25嘛，要不然你就像我这个图片这边有没有2个大的，2个大的，2个大人不行啊。好，就是车子载重没办法到那么重啊，就是车子都会倾斜啊。好，那你要载大人的话，还是考虑到 T20 Plus 比较适合。这台车总长不过才145。你只要是5门的休旅车，椅背打平，基本上都可以直接放进去。好，够小台。好，5门的，只要是5门的，不管你是小车，好 Yaris 还是 Fit， 可以啦，都可以放。好 ，Mini Cooper 都可以放。Yaris 在 T20都载得下。那要拆前轮啊。对，你要拆前轮，这不用拆了，因为它拆在前轮还有150，啊，这不用拆就145，所以很好放，好吧？那今天我们介绍就到这边。有兴趣的到我们各店去参观，现在目前都有实车可以参观。好，感谢各位，再见喽，拜拜。